哇，我出门了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什么事啊？哎，那个。放心啊，我带了。你好，等一下。好，请11块。9点19这一班车的话。
要怎么解啊？那个红桃10接11，方块6接7，梅花3接4。不是问我吗？有吗？对不起，那我都是。来钞票，哎，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别上班了。上班兼运动啊，哎，大家嘛讲这句话，就快要不一样了，我快要退休了。啊，一句你嘛定定咧讲，讲到我强要袂相信的啊！真正要退休的吼是我啦，你假老，记到，啊对了，你这边哦，开我吃迄果仔药哦，你要吃完了呢？好啊。那你看你哪天啊到医院来做个检查，有需要的话呢，我再开给你啊。好，他是医生哦。少年咧，伊是阮台东市哦上有名的老医生啦。伊外号叫做肖一百，就是肖建宏医师啦。伊看病哦，看要40年啊呢。肖医师，肖100，就是以前在中正路看病都只收100元那个肖医师吗？对啦，就是伊啦。哦，我阿嬷念你念很久了呢。她说啊，以前年轻都可以看病，后来你的诊所突然就关了，她很不习惯呢，而且找你找好久了。伊即马哦，伫主治关山分院哦，在看内科啦。哦，原来你还在看病啊？大家都说你可能已经生病过世了。你说大家以为我死了？对啊，大家算一算，你差不多已经70岁了。我阿嬷说，人老就等天安排，就连医师啊也逃不掉。哦，即马少年人讲话哦，实在是哦，有够直的啦。也对了，人老的呢就是在等天安排，死路啊一人一条。不过啊，我都还没走到，你可以带你阿嬷到关山来找我。哦，好。哎，钞票，谢谢。小雨上班了，好，谢谢上。班兼运动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小医师长，小医师长，过来，没事。有没有看到博勋？他去镇公所了，下一次找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只想找他个麻烦。坦屁猪是单片猪啦，医生你每次都说不对。哦，坦屁猪。哎呦，无要紧啦，先生吼，甲医生讲了足好的啦，我拢听有啊，我逐摆嘛互伊看，我嘛拢听伊的。哟，你今天陪你妈妈来旅行社那边不上班了？啊，休年假回来了啦。你肖医师这么多病人还记得我在旅行社上班啊？你妈妈每次来啊，都说你很孝顺，常常寄东西回来给她。我妈妈上次拿的药啊，吃完了，只是比她贵要拿药的。好，那先验个血，好吧？哈，也有验血哦。迄验血是差一点足疼的嘞，医师。
怕痛啊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？死啊，死了就不怕痛了，药也不用吃了啊。安尼不是会疼，这会活跳跳哦。感觉痛啊，就要偷笑了。请到检验室抽血。谢谢。不会。肖医师，谢谢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谢谢。再见。记住啊，验完血回来看报告哈。好，谢谢。肖医师，有时候听你讲话，真替你捏一把冷汗。为什么？在老人面前说实，不太好吧？哪有什么关系？老人身体不大舒服啊，听到实更难受。不会的，他们都是老病号啦，他们懂的啦。下一位。脚怎么了？啊！他脚痛半年了都不会好。痛半年了。来，我看一看呢。这有没有糖尿病啊？没有。真的没有啊？有啦。到底有没有啦？有啦，因为他病很多，一下子忘记了，不过都有吃药。有糖尿病伤口不容易好哦，尤其是在这个脚踝的部分呐，有时候7、8年了都不会好啊，所以血糖一定要控制好，不然伤口再恶化下去啊，搞不好这个脚要锯掉啊。一共啥了？医生讲你也卡。不要乱讲话了。老先生啊，不懂这些，你跟他忽然间这样讲啊，他会胡思乱想。你只要告诉他，血糖要控制好，药要正常的吃，还有那个伤口啊，常常帮他换药，保持清洁就可以了。好。医生讲啥？医生叫人去检查啦，讲血糖控制好，药啊正常吃，空嘴一粒换药啊就好啊啦。这里哦。先前肖医师说死不怕忌讳，现在又忌讳把病情跟老人说，那是为什么？先前讲死那是开玩笑，没有关系啊。刚刚那个糖尿病说要锯脚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很多老人家不懂得医学，你把好的坏的统统跟他讲，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就一直会往坏的地方去想，会影响他的心情。你只要告诉他怎么保养就可以了。这个老人家呢，多少都会有些毛病嘛，但是呢，你要让他心情愉快一点，他就会觉得自己健康一点啦。肖医师很了解老人家心态吗？了解，我自己就是老人家。肖医师天天看诊，每个礼拜看几百个人，一点都不显老哎。不显老啊？你讲这个是假话。不过呢，你这样做是对的啊。你因为想要让老人家高兴嘛，照顾老人家心情是很重要的。不过现代人呐，因为工作都很忙，尤其是年轻人呐，能够把老人家的身体照顾好啊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还要再要求他照顾老人家的心情啊，那是很苛求的。难怪老人特别喜欢来肖医师的门诊看。哦，顾北北，来拿药哦。又有的卡喽。韭菜伙子啊，早上才赶的。李静啊，要不要吃一个啊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吃的很呢，你不要客气，丫头啊，吃一块吧。不用了啦，谢谢。老祥，人家怕你啊，不敢抢你的东西啊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上次不是讲了吗？柔软天气软难当啊，脱了衣服上牙床，马是身上这样样啊，原来是臭虫在干茶。对。讲你啊，你还笑啊？我上次说的啊是个笑话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人啊是最爱干净的啊，我每天洗澡，怎么可能长臭虫呢？肖医师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你为什么不敢吃他的韭菜盒子？因为他上次说啊，什么6月天热难挡，脱了衣服上牙床，身上为什么会那么痒啊？结果一看呢，哦，原来身上爬满了臭虫啊！你是嫌他脏对不对？才没有嘞，顾北北，你不要听肖医师这样说。不，我偏偏就是要听他的呀，我就是爱听他讲这个家乡话。哎，现在我们台东啊，恐怕只有他能说喽。时候不多喽，我啊也快要退休喽。哎，
你可不能走哦，你去哪，我就跟你到哪。哦，那我进坟墓去啊，你同我一起去啊。廖医师，想值急诊哦？我，你外科、内科都能看啊，是我们急诊室的最佳人才。我一个星期啊，看诊看7天呐、再值急诊的话，肖妈妈肯定要跟我翻脸了。我知道，所以啊，我也不敢排啊。每次看到肖妈，我都不敢正眼看她，我怕她说我虐待你，把你的班排得满满的。想起来了，今天呢、我正为这件事情要来找你啊。如果以后你还想抬头挺胸面对肖妈妈，就麻烦你把这封信转交给院长，好吧？肖妈妈勒令我退休。肖医师，肖医师，肖医师，你不要这样啊！你看那么多病人哦，从台东跟你到这里，而且上人也说过啊，肖医师你要替我们关山医院跟我们跨出。够盟啊，是你们身强体壮年轻人的事情。肖妈妈说啊，我都已经快70岁了，不可以再逞强，一定要休息的。我知道肖妈哦，希望肖医师你多休息，可是啊，我也知道肖医师你哦一点都不想休息。医院哦，真的需要你。你这小子啊，真有2套，害我每次通通被你挡下来。现在连那个火车上面的查票员呐、都不相信我真的要退休了。现在就跟一个放羊的小孩子一样，放羊的老头子了。好啦好啦，我也知道肖妈的心意啦，她已经跟我讲好多遍了，她就是怕你辛苦。不过啊，你放心，从这个礼拜开始呢，我已经都排好了，每个礼拜1天，星期6，你就可以带肖妈到处去走走了。真的啊？可是我还是要回去跟他讲啊，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我还是会回来找你麻烦的。阿班啦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真袂记得哈。阿妹咧，你先干吼，你慢点，你慢。买物件啦。你用行的就好啊。是啊，我先生到关山医院也4年多了，我说也差不多了啦。医院里该看该学的他也都学了，也都看了，心愿了了，可以退休，好好的在家陪我跟永贤了。好命，师姐啊，你说错了，嫁给他到现在啊，他几乎都没有休假，就连结婚当天晚上啊，也得去看病人。留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啊，那些客人都喝醉了，把我吓死了。老提这些陈年往事。等了几10年了，终于等到他退休了。以后啊，我就可以带他参加活动，不必再当独行侠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们家那个回来了。好，师姐，我们再打电话。
好，拜拜。我正在想说晚上要吃什么嘞。啊，吃素红烧面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呢料都现成的，下个面就行了。啊，对，我带狗冻回来，放桌上，你看到没？我都还没有吃正餐，然后就吃甜点好吗？反正你常常这样子，你喜欢吃甜的嘛，先饱饱口福吧。退休的事你提了吧？嗯。真的提啦？博勋会把你的信呈给院长跟上人吧？啊？我这个人呢，除了看病呢，也没有其他的嗜好。真要是退休的话，也不知道重心啊摆在哪里。可是你答应我说你会退休的啊。我就知道你根本没提。提了，可是博勋一个星期只让我退休1天。退休1天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每个礼拜啊，让我放1天假。从这个星期开始呢，我每个礼拜6啊就可以陪你了。你干嘛啦？我打电话问博勋啊。听我说嘛，医院呐，医生难找，我们又是在地人，出点力有什么关系呢？再说，我把每天上班当成运动啊。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？都67了。我说，一般人呢，总以为啊，老年人呢就应该啊安享天年，与世无争。其实我觉得，老人不必跟社会脱节嘛。老人呢，也并不等于是无能啊。虽然呢，现在医学日新月异，可是我懂得还够用。看病呢绰绰有余，干嘛把自己放在家里生锈啊？来，吃面。原本以为你退休了，我们自由自在，你就可以常常陪我去当义工了。偶尔到女儿高雄的地方看看她，在她住的附近租个小套房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娃娃。哎呀，娃娃现在在医院里面呢，当实习，忙得很呢。我们要在他身边的话，只会让他碍手碍脚的。碍手碍脚也没多久喽，她交了一个男朋友，神经内科，公费生，很优秀。真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那么忙，有什么事只能告诉我。哪天女儿嫁了，要忙她自己的家庭，你就别后悔当初没有多陪她。算算有2个月没看到她了。2个多月了。等我打个电话给她。在医院连打电话时间都没有吗？明天呢，我再跟博轩提退休的事情。他再不提，你自己去找上人。也好了，退休了呢，地方上的人啊都以为我往生了。从此以后呢，我就可以做个隐形人。这就是老人的命运了，方是莫强求。谁说你往生了？我在火车上听到的。台东市的人很久没看到我了，
都以为我生病往生了。就因为你经常不在家，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，人家就以为你往生了。是啊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再这样传下去啊，病人呢就都不来找我了，我就可以退休了，落得轻松啊。不行啊！走，到哪去啊？哪儿人多往哪儿去。健康养颜的过程中，尽量哎，老金啊！最近还好吗？哎，小孩下次也是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好吗？有什么关系？过去跟人家打个招呼嘛，这。老医生啊，老医生在边啊。真的嘞？哎，是人还是鬼啊？肖医生哈，他现在人在那个慈济关山分院看诊了啦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有关系啦，不会啦，没关系。啊，快要退休了。就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，出来游大街，感觉好像变年轻了。老人家自己不积极一点，很容易就被人忽略啊。所以，你真的希望退休吗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可以去更乡下的地方开一个小诊所，想看病就看病，不想看病呢就挂个牌子，今天休诊，完全过我们自己的生活。再见。我去上班了。娃娃要回来哎。等等。什么时候？今天啊。今天？你现在才讲？他刚才打电话回来，他说啊，他们医学院有10几个学生要来台东检查国中生头痛的问题，他临时加入的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啊，那个学长也要来哦。什么学长？娃娃的男朋友啊。我跟他说，既然来了，就顺便带出来给我们看。我们去饭店找他们。不回家啊？团体活动不方便啊。你呀，下了班马上回来哦。临时通知，还要我老头子去看他们呢。医院什么时候下班，我就什么时候回来。岳那山啊，不想像其他的同伴一样，整天的只会在那边争夺食物，只求温饱。他想要看看自己到底能够飞多高，能够飞多远，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。所以，每次
次啊，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呢，就睡着了，永远只听到海鸟在争夺食物那段。睡觉不要吵到他。什么事？那个天主教医院说他临时有个紧急的刀要开，要你去帮忙。现在？嗯。哎。干嘛？他要我去当助手。你也要去啊？对啊。那娃娃怎么办？小孩生病，这附近就有一位肖医师很会看的。小病只收100块，大家都叫他肖100。他开刀也很快，也有人叫他肖1刀。我想啊，小孩子现在应该已经睡觉了，我们不要吵他了。你还是送我们到医院去吧。好，我帮你们开快一点。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娃娃啊！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他。他很乖的，他可以一觉到天亮的。啊，我先去开刀房了。嗯。爸爸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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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妈妈。
看一下下就好了。但是看开刀你不怕吗？我不怕，我有看过我爸爸在诊所开过刀。那不一样，那是小刀，这个不一样哦。我不怕。好吧。爸爸妈妈。好了，看到就好了。等一下。开刀好好玩哦。约纳山呢，他不想要学其他的海鸟一样，整天呢抢夺食物，只求温饱。他想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。每次讲到这里啊，他就睡着了，永远不知道约纳山的理想。你不是睡着了吗？也想当医生。哦，为什么？我看到你开刀了，想要跟你一样帮病人开刀。哇，爸爸来这里开刀只是帮忙的哦，是义务帮忙的哦。什么是义务帮忙？就是帮忙，然后不收钱，给了也要把钱退回去啊。所以你别以为啊，开刀可以赚很多钱哦。我不要赚钱，我要大家来找我开刀。好啊，想要当医生可以啊，可是啊，很辛苦的哦。我要嘛。好。那你要记住哦，以后当医生的话呢，不可以只想当名医，一定要当一个好的医生，知道吗？你要讲这些干什么？他哪听得懂啊？那个名医呢，一天啊要看100-200个病人，可是好的医生呢，不需要看那么多的病人，但是呢，他把每一个病人呢都照顾得好好的，知道吗？爸爸，你好厉害哦！你以后当医生啊，帮人家开刀，爸爸妈妈当你的助手，好不好？来，嘴巴打开，啊。早上4、5点有想吐，那个早餐吃不下，有发烧。有吐吗？有一次哦。吞东西喉咙痛不痛？不痛。痛。会痛啊？这里？扁桃腺发炎吗？还好，刚刚开始，开点药，好不好？妹妹，你要吃药粒还是要吃药粉？药粒。那你跟你爸爸一样的，你爸爸以前吃也是要药粒啊，药粉都吞不下去。是啊，爸爸小时候，阿公都带爸爸来小医师看。你比你爸爸勇敢哦！你爸爸每次来哦，吼，哭得好大声哦，好烦呐！好，饭后3餐吃哈，去拿药吧啊！谢谢爷爷，再见。拜爷爷再见。再见啊，乖。谢谢。要记得多喝水哈。小医师啊！哇，真久真正是你哦！哎呦！阿嬷，你是咧哭啥啊？若是吼，毋是讲安尼，阮孙吼伫火车顶看到你吼，其实你。哦，有啦，我
还坐在这里啊，得喘气啊。放心放心。啊，你伫遮看病，啊，奈无阮遮老人知影咧？哦，你们都住在这个台东区哦，怕你们伤远啦。较远嘛是要过来啊。老医生上好啊，啊，看过的新医师哦，知影我有心脏病啦。啊，只有肖医师哦，嘛较听阮遮的老人的心声。来，坐啊，叨叨讲啊，我慢慢听。肖医师哦，做人有够好的。刚才阿嬷看到你，就好像看到失散的亲人哎。你知道吗？我坐在这里啊，大有用处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当然是因为肖医师会替病人减轻痛苦啊。很多老病人啊，看到我坐在这里还没有死啊，他们会以为时间停留了，不会催人走了。这对老病人来讲呢，是很有安慰的作用的。我还存在，就表示他们的年代还没有结束啊。下一位。来，请坐。哪里不舒服啊？医师，我昨天发了一天的烧，晚上还有在吐，我想一定是感冒了，开一些感冒药给我就好了啦。你是不是感冒？由我来告诉你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拉肚子？没有呢。于静啊，你先帮他量一下温度。38度5。肚子会不会痛？不会。这里呢？不会。哦，痛！这里啊？痛啊！最近有没有喝酒？有就说有，没有就说没有。啊，有没有喝酒跟感冒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不是感冒，你是胰脏发炎，要住院治疗。医师，啊，你都没给我照 X 光，啊，摸一摸我就说我胰脏发炎，你会不会太过时了？照 X 光就不过时吗？啊，我来大医院看病都不照 X 光的话，啊，我就去小诊所看就好了。还以为大医院什么设备都比较新呢。年轻人，我会用最先进的方法帮你治疗的啦，好吧 ？X 光要照的，超音波要照的，血也是要验的。不过这些呢，都是验证我的触诊而已啦。啊，你先去验血，顺便照个片子。单子在这边，我教你怎么过去。你往这边直走，左边是检验科，先去抽血，1楼放射科，再照肚子的 X 光片。有些人说话就是口无遮拦。对老年人来讲啊，我坐在这里呢，就表示说他们的年代还没有结束。那对年轻人来讲呢，我坐在这里呢，也许代表的是说，为什么他们的年代啊还没有结束啊？现在才回来啊！火车误点10分钟了嘛。走，我们去找娃娃。他们团体活动时间有限哎，走啊！你好，我要找一位肖永贤小姐，她跟那个台北医学院一起来的。请问您是？我是她妈妈。好，你稍等，谢谢。肖小姐她马上下来。哦，谢谢。对。你看我穿这样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是他来给我们看的，不是我们给他们看的。给人家个好印象嘛，别让人家觉得老人家都很邋遢啊。
奇耶！这盒多少钱？150。哦，那我买一盒。你又想吃甜的了？那我帮你包起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不是我要吃的，是买给士兵。他难得来台东一趟，买一个麻糬给他吃啊，也算是来过台东啊。你这叫做刻意讨好他，没那个必要吧？这是地主的礼貌，什么刻意讨好他？哎，对了，他叫士兵，士兵哦，不要忘了。士兵？那为什么不叫长官呢？